艺术有啥用？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如果连让生活更美好都叫没用的话，很多东西都没有用啊。鲜花没用吧？你穿这么好看有什么用啊？对吧？连装修都没用。大家好，我是雨莎。今天我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来拜访一位在创业初期就给了我还有团队小伙伴非常多支持和帮助的一位业内的顶尖专家，也是我认识了10几年的好朋友周海红教授。我今天特别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周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说在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美育教育，很多家长是很迷茫的，反正 AI 什么事情都能做了，为什么我让小孩还要去苦哈哈的再去学乐器，再去学音乐？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呀？其实在 AI 时代要不要学艺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把这话题得分成2段。第一个呢，好多人都说 AI 会取代人类啊，很多事情呢就是 AI 都替我们做掉了哈。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去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的历史哈。如果 AI 就是人类发明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的话，我们来看看工具其实一直在替代人类。比如说所有体育比赛的体能，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但人类仍然在挑战自己体能的极限。其实计算机的程序下棋早已经人类没法比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和计算机下任何一种棋，对吗？但为什么人类还在学棋呢？因为人类要确立自己之所以为人，要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从而来探索人的可能性。将来计算机也许会比人类作曲做得更好，比人类钢琴演奏得更好，但人类仍然要作曲，仍然要去演奏。不仅仅是我们的感受，计算机可能无法真正的完全替代，最重要的是人有一种确立自己之所以为人，探索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潜能极限的这样一种冲动。我觉得这样一种生命的冲动是永远不会被机器替代的。如果人类有可能仅仅由于工具比我们强，我们就不再探索自己的极限的话，那人类很多事情早都不需要做了，对吧？所以呢，首先第一点呢，家长不用担心有了 AI 以后我们人类会被替代。为什么？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冲动是不能被替代的，除非你已经没有一个人的冲动，已经没有确立自己的价值的冲动，那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会被替代的。所以我认为真正产生恐慌的恐怕是缺少生命冲动的人，而真正有生命冲动的人是永远不会被任何机器所吓倒的。第二个话题呢，我特别想说的是 AI 到底替代了人的什么？你会发现凡是在海量的经验的积累的这个领域，快速的信息汇总收集的领域，以及迅速的发散思维想到哪些可能性的领域，这些东西计算机都比人强得多啊！特别是有非常清晰规则的领域，计算机都比人强。但是现在我们至少在目前的 AI 的这个技术路线下，它基本是靠概率来判断的，是吧？在这样一个路径下呢，有2件事情却需要人来做，一个是为计算机提供语料，第二个呢是要判断 AI 输出的是对还是错。其实这对我们的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未来的人才应该是能够为 AI 提供学习材料的人，能够判断 AI 输出对错的人。所以呢，如果这2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冲动的话，也没有能力的话，那当然你会被 AI 所替代啊。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什么东西是不能 AI 替代的。我们直观物理的经验的感受，到目前为止 AI 还不能够做到。举个例子哈，我现在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大话题。当年我们在看到一个12岁的孩子弹李斯特的时候，你会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极小概率事件，你没见过。后来开始有了互联网了，你发现一个7岁的孩子也在弹李斯特，这时候你就知道互联网带给你了极小概率事件推到你眼前，极大的扩大了你对世界可能性的认知。现在呢，你看到了一个3岁的孩子在弹李斯特，
这是 AI 做出来的。那么，如果你此前有对人类生理极限的可能、物理极限的可能、生物学所有特征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话，你会知道它是 AI 做出来的，因为你从直观的经验当中已经完全不能判断它是不是人还是机器。但是现在，因为你前期有对世界基本可能性的判断，因此才导致你知道这是假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进入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哲学的问题。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判断真假的能力。但是要想判断真假，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知道物理界的可能、化学的可能、生物学的可能，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可能性。世界虽说一切皆有可能，但是世界还是有边界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完全在 AI 的世界下，而没有真正接触到物理世界现象的话，他会误判世界的概率。还没到 AI 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孩子在看灰太狼和喜羊羊的时候，他发现，可以烤一个动物，他把自己的小伙伴真正的绑上去烤了，因为他不知道是不可以烤的。人是怕烫的，但是动画片里可以。那还有孩子看到人可以飞，可以飞越高楼，他自己就直接开始飞了。为什么呢？失去了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感知。我们在赞美 AI 所带给我们的诸多可能性的时候，我倒更要提醒我们的家长，直观对物理世界的经验是不可以通过虚拟世界来建立的。那么，我想在未来的时代，非常重要的就发展我们与物理世界相连接的能力。那什么东西让人和物理世界相连接，和化学生物世界相连接呢？感性的能力。由于我们感知世界，因此我们发展了感知世界的能力。由于我们在这样一种真正的物理现象当中去感知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不可能有那样的现象。所以在此呢，我就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感性能力的训练非常的重要，感性经验的获取非常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艺术是培养感性经验、感性能力的绝佳平台。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直观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有审美的教育、感性能力的教育，艺术的教育是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元素级的，是日常教育所不能够弥补的。所以，如果我们很多家长都用有用和没用来衡量我们学习的话，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培养人的感性能力是何其的有用。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人类永远不可能被替代的，就是你的对生活的享受的能力。机器可以提供你材料，但是最终感受世界的幸福和美好是需要人。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想说，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孩子他获取幸福资源的能力，还要培养一个孩子体验幸福感受的能力。但是很多家长显然失去了他教育终极目标，就是感受幸福的能力。这就出现了很多人出现的情况。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对吧？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增强，经济收入上涨，但是他并没有觉得幸福如期而至。为什么呢？因为他忽略了感受幸福素质的培养。那么当然，培养这个能力无疑又是艺术教育更加长项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自然世界不美好，人类才发明了艺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呢，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接受艺术教育，他会知道世界应该怎样美好，于是乎他才有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动力和真正的目标。所以呢，我想我们的家长可能严重的忽略了一个问题：树立美的理想是一个人更重要的一种素质，而艺术教育正是培养这样一种素质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的工具和平台。您在网上其实有一个非常出圈的这样的一句名言，叫做音乐何须懂。您说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文学化、美术化的评价方式去评价听觉的艺术，但是与此同时呢，您一直在提倡要学五线谱嘛，您一直在说五线谱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面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啊，我们分别来说哈。首先，第一点呢，音乐何须懂这个话题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语境下提出来的，背后有很深的这个美学和心理学的考量。为什么不去听经典乐会啊？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哈，一共其实有12个原因，排在第1号的就是听不懂。
这个听不懂是非常特定的，是不知道音乐表现的是什么。因此我在懂打了一个双引号，就特指无法说出音乐表现了什么形象、什么情感、什么思想、什么哲理。这是音乐感受层面的一个话题。在音乐欣赏的领域当中，由于无法在音乐的音响当中听出这些视觉性的和语言性的内容，这样说不懂了。那这就有非常特定所指，不要用文学化和美术化的方式去感受音乐啊。道理就在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感受纯听觉的美，体验那种无可名状、难以言传的情绪体验，正是音乐欣赏最重要的方式，也是音乐艺术最重要的价值。但是呢，我们拿一种理性的认识的东西来对待音乐艺术了。所以这里面在底层的哲学是什么呢？就音乐艺术它的价值是一种感性的价值，还是认知的价值？那在我们过去的乐史小说当中呢，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哪个主题什么意思、创作背景，给听众留下的任务是什么呢？把它讲这些东西听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思维啊？这是一个理性认知思维。但是音乐艺术呢，由于它的两个本质的属性，一个它不是造型的艺术，它的声音本身没有造型性啊，不能诉诸视觉的感受。第二个呢，它本身不是语言符号，非视觉造型性和非语义符号性是音乐艺术两大材料的基本属性。这个基本属性也决定了音乐无法直接向人传递视觉的和思想的内容。古往今来的音乐审美实践也告诉我们在听乐的时候，即便是职业音乐家，你也没办法让他说这个作品到底表现了什么内容。我们过去呢用了大量的时间去宣传，以至于呢给人们形成这种审美的误区。包括现在学校音乐教育也都是说，小朋友们，这个作品你产生了怎样的形象联想啊，怎样的感受啊，给人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必须产生形象，必须产生这种思想的感受。那其实呢，这就是过去的宣传造成的结果。那在美学上就是用理性的认知的价值来衡量音乐艺术感性体验的价值。所以音乐何须懂这句话是指我们解除那样一种非要从音乐作品当中获得理性认知的内容然后呢感受音乐自身的美这个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人一听到了以后，感情专业音乐家也是这样的而且我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听，我觉得很感动，虽然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已经被音乐打动了，这就叫懂了，打了双引号的懂所以呢，这是这个话的语境打了双引号，它特指反对用文学化和美术化的方式去欣赏音乐的这种审美方式。但是网上有一些人呢，他没有看到这些背后的理论的这种深度，包括有的人在说这个我们这帮大学教授难道不比老百姓更懂吗？这时候懂字儿概念变成了音乐的知识、音乐的道理、音乐的学科规律音乐的学科内部的一系列的这些知识，这个呢就已经和那个语境完全不同了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我的整个博士论文是研究如何懂音乐的，还获得教育部百篇优博奖的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就是研究音乐能够表现什么的，怎么表现情感，怎么表现思想，怎么表现哲理那么我非常清楚的用因果层面上揭示了这个表现的规律所以呢，我有一句话，由于我们知道音乐能表现什么，因此我们才知道音乐它不能表现什么。比如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标题，音乐能表现什么？音乐能表现欢快、开心、匆忙，当然音乐不能表现扬鞭，不能表现催马，不能表现丰收不能表现农民。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和音乐音响没有连接对应关系，而欢快和匆忙和音乐可以构成连接对应关系。我们是在深入的研究到了音乐能表现什么的时候，我们提出来音乐不能表现什么，因此指出来不要用那些文学化、美术化的内容来过度的解读音乐这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开始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包括你说的五线谱的乐理知识难道我会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在音乐界耕耘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会不知道音乐里面还有很多知识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音乐的价值是感性的价值，但是要想获得这样的价值，更好的去感受音乐，
我们需要一些必要的知识的储备，啊，那么特别是在音乐的教育当中，我们有3个目标，爱音乐、会音乐、懂音乐。那么爱音乐就是我们大家热爱音乐，需要音乐啊；会音乐，会唱歌，会演奏，参与音乐活动；懂音乐，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揭示音乐它的文化的价值，音乐是怎么样生成的，它与其他的文化之间什么样的关系，音乐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有哪些因素影响。那么贝多芬为什么写那些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是知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新的教材当中呢，提出来叫感性先行，理性支撑，理性引导，感性强化，啊，那这样呢就摆正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呢，我们大家那个质疑音乐和系统，认为赵小红在这胡说八道哈，这些人呢恐怕呢没有这么深的这个理性的一个考量，他把会音乐和懂音乐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什么呢？感受音乐当中产生的这些文学化、美术化的这些思想搅在一起了。我的和系统呢，是指感性的方式去体验音乐，并非指在音乐当中任何文化都没有，任何知识都没有，连五线谱都要不识。那么这是一种误解啊！当然，我想这种误解造成的也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往往是看着标题发感慨的。这恐怕就是一个传播学的一个特征，我也明白这个原因。这2年其实网上还有一个论调，钢琴行业都已经崩盘了，就是唱衰钢琴。周教授您怎么看呀？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存在着一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钢琴崩盘是传统锤击钢琴制造业下滑，电钢琴、民族乐器、打击乐器，很多乐器都上升啊。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电钢琴、电子钢琴，特别现在锤击电钢琴，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替代了传统钢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际的钢琴销售界，差不多每到30年的时候，就会有大量2手钢琴涌上市场。你会发现2手钢琴进口特别多，因为有些人学琴学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到30多岁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将来也不会再学琴了，他就想卖琴了哈。所以呢，2手钢琴的销售的上涨，电钢琴技术的发展，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钢琴的市场。然后从整个的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艺术的需要会消失吗？所以这个问题扯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认为在这个话题当中，真正的危险不是说钢琴业销售下滑，真正的危险是很多人一看到钢琴下滑，就发出了艺术无用的这样的一种论调。不学琴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艺术有啥用？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如果连让生活更美好都叫没用的话，很多东西都没有用啊。鲜花没用吧？你穿这么好看有什么用啊？对吧？你长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啊？连装修都没用啊！我有一个视频，网上可能有的人看过哈，就是我们的幸福是怎样一点点提升的。过去我们的房子4白落地，毛坯房能遮风避雨就可以住了，现在不装修的房子已经不能住了，因为人有视觉的享受。装修改善的是视觉环境，视觉环境改善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上了一大块。过去我们用肥皂，现在用香皂，嗅觉体验美好了。过去我们毛衣都很高级了，现在要穿羊绒真丝，要讲究透气，要手感。为什么？触觉。其实仔细想来，幸福是很具体的，它是由人一个一个美好体验叠加而成的。要想提高幸福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就提高我们的感受的美好度，而感受美好的能力本身是需要教育的。人类为什么有艺术呢？因为世界不够美好的时候，艺术让我们的世界美好起来。当我们非常落魄的时候，来到了一个乡村，在那样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里，你把随身的画摘下来，挂在一面墙上，你的生活就美好很多，是吧？当你衣衫褴褛的时候，你摘一朵野花戴到自己的头上，你的心情就好一大块，因为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对美的欲望会下降吗？不会下降。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你会发现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在2个力量推动下发展的，一个叫科学，一个叫艺术。科学征服世界，艺术美化世界。没有科学，人类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没有艺术，单纯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大量的现象，那些丑陋、那些脏乱差，为什么？因为没有美的追求。我关于这个话题，我有一个讲座，今天在此就不再讲了哈。但是我特别想对发出艺术无用论的人，提出一个质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了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园林绿化越来越好，我们的商店越来越好，我们的灯光、我们的座椅、我们的照明，所有东西都在改变，对吧？那为什么你看不见呢？因为你缺少感受美好的能力。良辰美景视而不见，天籁之音充耳不闻。他从来就认为艺术没用，因为他没有接受充分的对美的感受能力的教育。家长如果仅仅由于这些就不让孩子学琴了，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就应该权衡一个孩子发展当中应有的投入。如果你仅仅的由于网上的某些人的言论，甚至非常极端、非常片面，没有看到真正事实的言论，就改变了你让孩子学习艺术、热爱美的初衷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太不理性了。为了让孩子未来能够感受美好，你应该对孩子进行审美教育。您应该是见过我们全国最有音乐天赋的这些孩子，所以在您看来，有天赋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它是学音乐的先决条件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跑步有天赋吗？还行吧，我短跑还行，长跑不太行。你能当运动员吗？不能。那你为什么还要跑步呢？锻炼身体吧。那你下棋有天赋吗？下棋绝对没有天赋。对，那你为什么还要学下棋呢？实际上这个话题是一个有一点点跑偏的一个话题。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金字塔级的结构。我们有广大走路每天跑步的国民，也有一些人呢把跑步作为自己的爱好，还有一些人呢参加了体校，还有一些人呢当了体育老师，还有一些人呢成了竞技运动员，还有一些人成了顶尖的这个国手。这就是这样一个行业。那么有天赋，它有可能支撑你到某一个程度，有极高的天赋，有可能让你在这个领域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没有天赋，你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的素质去进行培养。那么现在呢，音乐界呢，有郎朗、王羽佳这些顶流的天赋极高、凤毛麟角的人，也有呢天赋没有那么高的，但是还比较高的中央音乐学院这批老师，活跃在舞台上，但是同时也从事教育的这些老师。还有一些人呢，偶尔有舞台演出，但是主要以教育为基础的，还有广大基层的教琴的老师，还有全体热爱音乐、想让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有音乐生活的广大的国民。学琴要不要天赋呢？你想干什么？如果你要想当郎朗，你就得要那个级别的天赋；你要想当一个职业的演奏员，你就得有这个级别的天赋。那你要是想享受一下音乐活动的乐趣，一个选秀节目叫刘伟的一个人，他拿脚弹琴哦，也弹得很好啊。音乐应该属于每一个人。那么在此呢，我想更正一下大家关于音乐教育的概念，就是历史上大家觉得搞艺术、学艺术都是为了走职业道路的，这是应该落伍的一个观念。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起步于光绪末年，有个叫奏定学堂章程，这是光绪末年当时的教育大臣叫张百熙拉着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叫张之洞，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国家课程标准。那么这个文件从此终止了长达1000年的科举制，开启了现代学校教育。在当时这个课程设计当中，就把音乐和美术与语文和算术同步地列入到了学校基础课程当中。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学艺术是精英教育，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识字儿就是精英教育。听说过这个人识文断字儿吧？这个评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是精英，因为你都识字儿。那么经过了100多年的学校教育后，大家已经不再认为识字儿是一种精英教育，而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了。但是我们忽略了100多年前这代教育先师们筚路蓝缕地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这些先师们，他们就知道中华民族的国民艺术是他的基本素质，所以他立下了这样一个课程标准。到了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时至今日，我们的音乐和美术都始终是和语文算术同步列入到学校基础课当中。
并且从小学1年级到高中3年级，持续12年不间断的必修课。为什么？因为那一代教育实验室对中华民族的人口的素质结构的设计，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延续到了今天，没有人曾经改变过它。我们的很多家长不知道，当然还有教育学自身的原因，我们不重视艺术教育，没有看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艺术的意义是什么，没有真正讲透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才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认为艺术不重要。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家长都应该知道，人的大脑有2半球，一个叫理性思维，一个叫感性思维。理性思维通过以逻辑、科学为核心的这些学科进行培养，感性思维要通过以艺术、审美为核心的这些学科进行培养。大脑的2半球应该是车之2轮，鸟之2翼，不可偏废。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国民没有在这个层面上认识到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在这个层面上规划自己孩子未来人生的素质。所以我想呢，钢琴下滑这件事情，表面上似乎是一个行业当中某种产品销量的下滑，但是它引发的却是一个民族是否重视艺术这样一个大话题。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媒体来告诉大家，首先钢琴下滑这个事实就不足以推论艺术不再重要了，对吧？其次呢，我想它更是一种警示，让我们大家知道艺术非常的重要。钢琴下滑其实是和整个审美教育更加广泛相关，学古筝的孩子多了，学琵琶的孩子多了，学打击乐的孩子多了，学电子琴的孩子多了，吉他的孩子多了，那么艺术教育更加公平化，更加这个普及以后，钢琴的教学只是被稀释了而已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钢琴制造的从业者去改变自己的产品类型啊，适应新时代的对乐器制造的这种需要。有一个乐器，就是您推荐大家都去学的话，您觉得家长应该从什么乐器让孩子开始学好啊？我有一套书叫《琴童家长必修课》，你现在问的问题几乎都是那个书里面的哈。实际上，孩子该学什么乐器好啊，是家长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啊。那答案非常简单，孩子应该学习他喜欢的乐器。啊，人的兴趣具有神秘性啊，鬼使神差，人会喜欢某种东西啊。那么兴趣的背后呢，往往意味着才能，啊，所以家长要敬畏孩子的兴趣。所以其实呢，学什么乐器，只要学就能够实现审美教育的目标。但是呢，你应该学习一个孩子擅长、孩子喜欢的乐器。那么关于这个呢，家长一定要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最后呢问孩子喜欢什么。如果孩子没主意，那下面呢？就是家长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意味着你的表情、你的情绪、你的所有的学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家长觉得学琴就是一个负担，你的日常表情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如果孩子奏这样乐器你很爱听，对吧？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家长的是喜欢，不是需要啊。有的家长认为钢琴是乐器之王，小提琴是乐器之后，这是理性判断。就直观感性上，你爱听哪件乐器，就让孩子学这个。这是家长就经常问的嘛，如果我学一个乐器，每天留多长时间让孩子练习？因为感觉今天孩子们学业也很忙，家长也不希望孩子说到最后都没时间睡觉了。那么关于每天练琴多长时间好，也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实际上不取决于时间，它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目的是要考中央院附中吗？如果是，那我说2小时你答应吗？我说3小时你同意吗？对不对哈？那这是没有上限的。是。但是如果要是你仅仅是业余的学琴，那么我就给家长的建议哈，其实学琴总时间长度比每天练琴更重要。学琴的整个的音乐文化涉类的广度比它的技术的高度更重要。如果你现在每天坚持练2小时琴，但是由于过高的要求、过大的痛苦，这个孩子学2年琴以后学不下去了。那现在我每天练15分钟，一直学到初3毕业，你选择哪个？是选择早早夭折呢，还是选择一直持续到初3毕业？时间总长度比每天的时间更重要。第二个呢，音乐文化涉猎的宽度比高度更重要。你没有见过那样的孩子，考级考完9级以后再也不练琴了？很多。
那如果你的孩子学到9级以后，从此再也不碰琴了，和你孩子呢只能学到3级，但是呢他愿意经常扒拉扒拉，弹点即兴伴奏，今天拿个歌摸2下，明天弄个歌弄点即兴伴奏，后天朋友聚会的他秀2下，那你选择哪个呢？所以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家长缺少一个学琴的大目标哈。我把这大目标呢理了一个路线图，叫通过学琴热爱音乐，通过音乐热爱艺术，通过艺术热爱生活，通过生活体验幸福。这才是我们学琴的根本路线图。现在呢，通过学了琴，学了一门技术，恨了一门艺术，学琴走向我们的反面，没有把热爱音乐作为第一号教育目标，是我们很多教育失败的原因啊。所以用我的话，刚才我说了，爱音乐、会音乐、懂音乐，我们把会音乐当做第一号目标了，不对，爱音乐在这儿。所以通过学琴热爱音乐是我们基础音乐教育，特别是业余教育必保目标。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可以带出考级通过比赛获奖的孩子，但是有多少老师能够通过你的学琴教育让孩子从此踏上了热爱音乐的人生？又有多少老师能够通过你的学琴教育迁移到其他艺术学科，让孩子打通了艺术各个门类，产生对艺术的兴趣？又有多少老师能够在你的音乐课堂上打通音乐和生活的关系，从此赋予孩子音乐审美的人生？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整个不仅仅基础教育有问题，我们的学琴教育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职业专业化训练出来的，他拿一个职业专业化的一个技术标准抠着不放，严防死守，最后孩子终于弹琴姿势规范了，但是从此以后不热爱音乐了，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整个的教育不仅仅是音乐学科，所有的学科都有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把热爱这个学科当作天字第一号必保目标啊！我希望我们的广大的老师呢能够明白这一点。那就延伸您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句啊，因为有很多家长就会问我怎么去选这个老师？说一个老师他是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的，但是家长说我感觉这个老师并没有在教什么，只是带小孩在玩。另外一个老师是比较注重基本功的，这样2个老师怎么选？学琴要找孩子喜欢的老师，因为孩子喜欢这个老师才会产生遵从和跟从，才会放松，才会喜欢。第二个呢，要找喜欢这个孩子的老师，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孩子。有的老师仅仅把孩子当做一个谋生糊口的工具，把教育当作养家糊口的营生，他并没有出自对孩子的喜欢。一个老师喜欢不喜欢孩子，你看眼神就能看出来，这是喜欢，上课，这是不喜欢，对吧？这2条是前提，过了这2条之后再谈别的。要找孩子喜欢的老师，要找喜欢孩子的老师，然后要找懂孩子的老师。因为儿童有很多儿童的心理状态，就像我今天给你举的那个例子哈，这是高音谱号，高音谱号像阿姨，结果小孩记住这是阿姨，没有记住这是高音谱号。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和幼儿教育相关的有非常多的意识老师不知道啊。任何一个老师都有2个专业，一个叫行业专业，一个叫教育专业。比如说钢琴老师，他的行业专业就是钢琴。但是我们大量的老师只接受过行业专业的训练，没有接受过教育专业的训练。从行业角度来讲，技巧越高，文献越深，你的行业水平就越高。但是教育呢，正相反，越是基础教育，越是通识教育，对你教育专业的要求越高。在大学啊，你看很多老师能把话说清楚就可以教书了，到了中学没点手腕，学生会捉弄你，信不信？到了小学，如果你不懂孩子，你能不能把45分钟的课上起来，课堂不乱？你试一试。到了幼儿园，你能不能把孩子招到身边开始上课？你试一下。我们大量的老师没有真正接受过教育专业的训练，甚至我们在师范教育当中都没有一个培养老师基本意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长呢可能要提醒一下自己。可能家长会觉得要找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那当然这个行业专业肯定高，但是你脑子还要挂根弦儿，他是不是教育专业也同时高？他会不会由于自己是天才，以至于他不理解你为什么有这些问题？由于他教的全是天才，以至于他对你们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很不理解。
有没有可能他认为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给我带来职业荣耀，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投入去教自己的孩子。培养小朋友从小学琴，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因为经常和家长说手型不好了，那肯定对以后弹琴是有影响的。学琴必须要打好基础。一个很有高音乐成就的人，他的职业成就其实是有3个支柱：技术好、乐感好，再加上勤奋，是这个3大核心支柱。我们大家一说基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技术的基础，你就忽略了还有乐感的基础，还有勤奋的基础。那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技术天字第1号基础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技术天字第1号基础是放松，没有放松就没有灵活性，没有放松就没有速度，没有放松就没有耐力，最重要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没有放松就没有力量。为什么？钢琴这个杠杆下去以后，把这个枝子推上去，锤子甩出去，决定钢琴音量大小的是甩出去的速度。没有放松就没有爆发力。那么我们来看看，你力壮如牛，按下这个琴键的时候，你是这样按下去的，钢琴根本没声。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音乐学院附中的孩子手无缚鸡之力，出来的声音比你成人弹得大得多的声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要能够克服这个几克的按下去的力量以后，真正影响力量的是触键的速度。还听说握力器是吧？你知道你练错了吗？钢琴的发力模式是速度，而这个弹簧握力器练习的什么？是慢速的肌肉的拉伸，会把你的技能练坏的。而我们大量的基础训练导致孩子僵了，完全跑不动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老师在手上放着钢镚，手上放着这铅笔，脑袋上顶个铅笔，那干嘛了？规范，对吧？但是呢，不灵活呀。听说没听说手腕要摆平？手腕是拐弯的地方，怎么能有固定的动作呢？转弯的时候上来，转弯就下来了，对不对哈？弹和弦你可能话支撑你就这样了，有的时候你放松就这样了呀。手腕是应该忘掉的地方。我们老师可能只说过，既要放松又要支撑，对吧？没讲具体吧？哪要放松？掌指关节以上都得放松。只有掌指关节以下这3个关节在发力一瞬间是支撑，其次还是放松。这是不是纯物理学的知识？还见过拿个横杆吧，给孩子手吊起来，你看那孩子，凡是带横杆的孩子全都夹着肩膀，对不对？天字第1号规范是放松，凡是与放松冲突的技术训练都是错的，不放松是最大的不规范。抓鸡蛋、握锯子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你想想，我们钢琴只要有一个拱形结构，只要是拱形，赵州桥和苏州桥都行，就是不能扣过来。而抓鸡蛋、握锯子，手扣过来了。你看这小指干嘛？大指这能弹琴吗？正确的手型是扶大腿，对，拿到钢琴上就 OK 了。最好的发力状态是你开会闲极无聊的时候敲桌子，因为它是有掌指关节动。那么你可能不知道吧，手指支撑是错的。有的老师按下以后还拿手按它，这个是不是塌了？你想想，那个锤子都离琴都那么远了，按下去以后锤子就回来了，你那么大的力量在哪儿呢？正好不放松。正确的做法是，只要完成发力，立刻就卸掉了。听说我要高抬指吗？拉得上去，再下来，对吧？紧张了。最重要的是，琴键在这儿，凡是接触琴键面之前的力量都是浪费。注意，没用，没用，没用，从这开始才是有用的力量，对吧？你90%的力量都发在空气当中了，真正用在触键的一瞬间的力量很少。为什么速度上不去呢？因为你从现在开始抬起来这么高，再下去这么长，时间都浪费在空气中了。乐感要不要打基础？也得打基础啊。乐感的基础是什么？
是表现欲，是想表现才有表现的如何，对吗？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想表现的基础。那什么人才能想表现呢？两大心理要素：有安全感，有自信心，才有表现欲，才有良好的乐感表现。但是我们的家长逢错必纠，纠错必成，孩子不敢出错。你没有培养出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你却培养出了一个怕犯错误的孩子。怕犯错误就不敢表现，不敢表现就没有乐感。所以当老师那么凶，家长那么凶，动辄就惩罚，甚至用很暴力的手段来惩罚孩子错误的时候，你可能恰恰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教育导致了孩子未来乐感不好。勤奋要不要打基础？也得打基础啊。勤奋的基础是什么？是喜欢，是热爱。那么老师想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喜欢弹琴？但是我们大量的教育方法正好让孩子讨厌了弹琴，于是乎孩子没有勤奋的基础，他就不勤奋；没有表现欲这个基础，他就不想表现。我们创业刚刚开始，周教授就对我们非常支持，我就很好奇，周教授为什么一开始对我们就如此的支持，而且对于其实我们是用技术的手段再去改变音乐教育，再去普及音乐教育，这个路线好像在您看来也是可以的。就您的态度是很包容、很开放的，然后对我们也很支持。很多人误以为说我们给了周教授很多钱，然后周教授才出来为我们站台、为我们说话，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周教授。对，这个也可以澄清说一说。这个刚才你就说了真相了啊。首先第一点，我不是你们的代言人，其次呢，我没有拿过一分好处。我支持所有这个努力提升国民音乐素质的这个做法啊，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支持你们，我支持所有的这些人啊，因为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音乐的水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整个国民的音乐审美素养。没有这么大的基数，概率上它产出高水平音乐家就少，对吧？高水平音乐家少，那顶尖的就少。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么大基数，再好的音乐文化生活，国民也不支撑。所以对中国来讲，我想看一个国家的水平，不要看它最高水平啊，你要看它平均线和中线以下这个水平。是吧？中国有郎朗，有王羽佳，就跟我们有姚明、有刘翔，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了姚明和刘翔，不意味着中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就好；有了郎朗和王羽佳，也不意味着中国的音乐教育水平就高。你要看中线。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些年来我们过去的音乐教育，大家在专业音乐教育上长足进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比赛获奖，为国争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道呢，已经有太多的人在推动啊。但是呢，国民基础教育怎么搞？社会学习教育该怎么搞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有3个层次，一个是公民基础教育，那这是由幼儿园、学校完成的；第二个呢叫社会教育，也叫特长教育，它由社会教育机构完成的；第3个呢是专业职业教育，它是由专业院校来完成的。那么现在这几块呢都存在问题，这块我觉得问题不大，大家都干得很好啊。但是学校基础教育，我现在在做教材，是吧？那么社会音乐教育起步也比较早，但是呢，到底怎么搞？这个路径是什么？因为过去呢，我们存在着一种做法，就是拿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标准来进行社会教育了。结果使得本来有可能踏上爱音乐道路的孩子，由于过于痛苦的学琴，早早的终止了。那在这里面有大量的教育的误区啊，路径的错误。所以呢，我呢愿意投身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那当然，现在不仅仅是小叶子啊，还有好多这个厂家或者是这个老师都在努力的探索怎么样用最有效的方法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肯定是你们的这个路线和我认为要解决的问题呢同步了啊。那么当然，现在我全身投入基础教育，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拉动基础教育来提振社会教育，通过社会教育来选拔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像刚才你说那个问题，
可能就正好是扣到了我这个学术研究和我整个工作的这个方向上了。当然我觉得确实是大家呢不太习惯于一个人如此真诚的去支持一个人，其实他可能不知道，我也会很支持他，但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人支持，比方郎朗先生的支持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每一个高水平的这个老师，职业教育的这些大师们，他们也能够像郎朗先生那样，能够俯下身来去关注整个国家各个层级的这个音乐事业的发展。所以我特别佩服郎朗，就在这一点，他既作为一个顶级的大师，然后又做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钢琴教育家，而且他钢琴教育还从最顶级的这个一直到好小朋友都教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的教育家是根据自己的个案去研究的，这个在学术理路上就完全不一样。我的专业是音乐心理学，是，对吧？这是你知道的，它是统计，它是概率，是看你这个东西的代表性、显著度，它是考虑这个问题的。你给我讲一个个案，那换个人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周老师你没有小孩，那你说话站着说话腰不疼，是吧？然后我就开玩笑了我说其实我是把全世界的孩子的案例纳入你的研究现象，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孩子去怎么做的。当然，我见过好多那个就是育儿专家或者教育专家，你看他那书都是根据自己孩子的个案，然后得出一些结论。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爱看呐。是，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不知道他现在谈的这点自己身上孩子的道理，一个呢是早有人研究过了，这点道理对于那个学科来讲太朴素了。第二点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你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家长都爱看那个哈佛什么，这个呢然后大家一看了这个以后，我们家孩子就一年读300本书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挺好的，那可能就严重的忽略了一个问题，孩子天然的智力水平的差异，就跟跑步一样，其实你看人孩子6岁的时候，就已经打球打得那么好了那为什么咱家孩子不行呢？然后你就根据他，我6岁让他打球，7岁让他比赛获奖，8岁让他参加比赛，后9岁的他就怎么着了那他的孩子是天才咱的孩子如果按那种方法教就毁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掌握人的原理，在这个人的原理搞得很清楚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个案它到底在这个原理下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可能真正去对科学研究有兴趣的人，他不太会关心个案。我们传播给大众。现在觉得好多关于教育的说法，其实都是没有经过真正科学研究的。我给你举2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家长会告诉你不打不成才，我必须得逼孩子，就是没有我当年这个逼，他根本就不可能成才。那心理学是这样表述的就是成就的高度受潜能的高度制约的，努力能够改变潜能的表现水平，却不能改变潜能本身。啥意思呢？就你的100米极限速度，比如说是我的极限速度14秒然后刘翔的极限速度是10秒，假定那我要不练只能跑20秒，刘翔不练也只能跑20秒但是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是20秒但是我一练到16秒，刘翔呢刚长大还没练呢就已经14秒了，我努力练到是15秒，他呢稍微一努力就已经12秒了，然后我拼死的练我也达不到14秒只能到了14秒5，但是刘翔的一练就到了12秒，对吧？再一练可能就是到了10秒5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有的天赋高的人他进步特别快，他达到的高度高，而我们呢，他受天赋的制约。我们的努力能够显示我们天赋的表现水平，但是没有办法你的天赋的极限。所以我们家长可能不知道，我们相信努力就会成功，然后一到特别困难的时候，他心里想着我来到了一个高原期，过了这坎儿就上去了。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也可能你那就是天花板。比如有的孩子在弹琴的时候，小的时候光彩照人以为将来是大音乐家，到了附中感觉前途无量，上了大学开始成绩平平，再往上就是一个一般的音乐工作者。那这时候家长会认为是你努力不够，但是我们可能立刻就看到了，不是你努力不够是你的天赋不够。今天
刚讲那个3大基础一个考量，那个考量就是潜能啊，潜能对成就的直接作用。我们的家长呢相信，就是说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是科学家会告诉你努力能够改变你的潜能的表现水平，但是却不能突破潜能限制本身，是吧？很多成功人士都会告诉你，你要执着，你要坚守啊，对吧？没有当年的坚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你他放弃了多少东西。是这样的吧？实际上，我们过去都相信理想主义教育，认为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实际上，在真正的人生的道路上，你更多的是考虑个人的天赋、个人努力可能承受的情况、周边的资源以及现实条件的限制。在诸多这些限制当中，你考虑这个最佳路径，学会放弃不可企及的目标，然后拿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用我的话说，用短近的目标大致指向一个方向，就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科学会告诉你的，你说家长相信，用最大的努力，然后做尽量有地位高的工作，过最有面子的生活，但是可能一个心理学家会告诉你，用适度的努力，做胜任愉快的工作，过舒心幸福的生活。那这个建议不是滑头主义，不是逃跑主义，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结合了所有的因素的情况，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结果呢，你会发现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呢，因为他活得轻松，他把自己天赋发挥到极致；而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呢，可能早早就抑郁了，反而没有获得自己所取得的应该有的高度。教育是一个科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科学，而且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科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个对学科复杂性的一个了解，所以可能就不敢那么乱说话，也不敢让别人那么关注你个人。那所以我希望我研究了音乐天赋的问题，你关注这个观点。但是你问我那个问题，我告诉你我没研究过。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人是作为全人的专家，只有对这个领域内有研究，那么可能一个小孩20多岁，他做了一个硕士论文，他在这个领域内就比我专家得多，对吧？对，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大家不应该去追这个专家这个人，应该去看这个人他具体做了哪些研究。对吧？你比如说，大家说周海红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周海红，这个那个的，其实周海红就做了几个研究，在这几个研究当中，我觉得我说话，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跟我的学生也在讲，就是我说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想的比别人多，然后呢，想的比别人复杂，这就叫专家。就是这件事情，你只知道一个现象，我到一个专家呢，我就知道2个现象。你根据一个现象下结论，我根据2个现象下结论。那现在呢，我知道3个现象，我就知道不是2个因素，3个因素交互最后形成的一个结论，对吧？所以其实呢，就是我特别忌讳跨学科发言，甚至跨领域发言。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劝告是对的，不要跨领域发言。就你要确保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别人想的多一点，还是说回您专业领域嘛？您研究教育心理学，很多家长说不让孩子学音乐，是因为练琴的这个过程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从音乐中得到那种乐趣，每天都感觉很辛苦，所以最后就不得已就放弃了。我觉得特别遗憾的就是学琴苦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我的话说呢，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可以像学琴教育如此快乐。到底是学琴本身苦，还是我们把学琴弄得很苦？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希望家长来反省：学琴的苦是我们叠加上去的，还是学琴本身很苦？比如说小孩在打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接触一个新关的时候呢，他就会出错。
越难，出错的概率越高。他会非常努力的去让自己不出错，是有一种天然的想纠错的这样一种愿望的，追求那个成就目标的动力。是，当他出错的时候，只是当下的这种挫折感，但是没有叠加别的痛苦，而他对成功的期待一直存在着。如果他玩一个游戏，有家长在旁边看着，只要出错马上就骂，只要一丢分立刻就打。在出错的过程中叠加了一个家长的惩罚，叠加了一个不愉快的因素，玩游戏的动机就会下降。学琴老师给留了一首曲子，是不是一个音都不会？努力练习是不是会了很多音？但是到老师那弹琴的时候呢，出了一个错音，你为什么错音呢？你把没有错音当做成就目标，孩子一个星期的练习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第二个星期努力弹琴，小心翼翼，一个错也没有，老师说乐感也太差了，孩子又一个星期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第3个星期，人家又没有错，又使劲表现。老师说呢，表情太夸张了，一点都不严谨，风格也不对。我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给孩子一个进步的一个宽容的一个时间。我们苛求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每一步都必须正确，没有给孩子试错的这个时间。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指出错误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惩罚的。比如孩子有错音了，你会怎么说？怎么又错了？对吧？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对吧？你为什么不小心啊？对不对？你要真不小心还能干什么呀？对吧？再错我打死你，对吧？那我要教学就不是这样的，那小孩一弹琴，5个错音，对吧？你是大将军啊，每个音就是你的小士兵，大将军怎么能有逃兵呢？把他给我捉回来，再来一遍，一弹，哇，只有4个错音。就跑了4个，再来一遍。6个喽，再来一遍。呀，3个错音，不练了，回家去啊！回家你告诉我，在这个星期你手下一共多少个逃兵？我们没有惩罚孩子呀。小孩一弹琴，跟木头人似的，一点乐感都没有，你训斥他。那我教的是这样的啊，很流畅，很棒。哎呀，高潮再出来一点，老师的眼泪就下来了。看看能不能把老师的眼泪弹出来，再来一遍。我们用期待的。建设性的这样一种方法来纠正孩子的错误。那我那套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第7集投鼠忌器原则啊，孩子学琴是器，学琴当中有一个错音是鼠，你的惩罚就是板砖。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敢投鼠呢？因为忌器，打死了老鼠也打碎了器，损失更大啊。那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不知道，让孩子爱学琴，让孩子能够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这是气，当下这个错音就是数。比如说我们老师在教琴的时候，我教琴就是这样啊，小孩弹琴还有好几个错音，但是该通过了，对吧？太棒了，通过了啊！绝不说他有什么毛病。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学告诉我们，有个叫动机循环圈，啊，给他留了一个作业，这就是树立了一个目标。他想拿下这个作业就是动机，他去弹琴这就是行为。现在弹琴，这个曲子弹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反馈环节了。反馈环节必须100%的快乐。我们老师勉强通过吧，勉强通过，没有快乐。那现在呢，我跟很多家长就讲这个问题哈，我们老师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上课的时候，学生留了一个曲子来了，弹完了以后还没弹完呢，老师开始勾错音了，对吧？然后一弹完了以后，第一句话叫什么？怎么这么多错音呢？啊，那么他就不知道动机循环圈的概念。正常的教育方法是什么呢？留了一首曲子，老师一定要带着他走一遍，告诉他这曲子哪个地方，这个带着他练一下，叫什么？知道怎么做。我们很多老师就是不管，留个新曲子，家长带孩子练。错了，应该是老师应该让孩子知道该怎么练。然后呢，孩子练了1个星期回来了，弹完一遍，这时候老师应该明白，到了动机反馈环节了。那这个时候呢，干嘛？100%的快乐，太好了！上个星期刚会2小节，这星期会3小节了，啊，进步非常大。上期10个错音，这星期9个错音了。反正你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沙里淘金，找到孩子这个星期的优点，啊，非常好。注意哦，
这个动机循环圈就完成了。然后干嘛呢？要有一个切断感。怎么样？这星期干嘛啦？啊，来喝点水，吃点水果。哎呀，老师看你特别高兴啊，是吧？100%的开心。然后好，现在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下个星期的任务是，我们把这3个错印消灭。注意啊，不是上个星期的问题是有3个错印，而是下个星期的任务是消灭这3个错印。就是我们要把孩子所有当下的问题都当作下一次课的成就目标，而不是当作过去一节课的存在问题。这就是心理学的道理啊。当然这个道理无数太多了，我今天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哈。那么我想说的是，你告诉他这个音错了，这是一种做法。怎么又错了？这就是惩罚。你再错，看我不打死你。这就是激烈的惩罚。于是乎呢，本来是一个孩子即将自己下一次就想改变的东西，现在呢，叠加了家长的惩罚，平添了错误。那于是乎呢，你会发现，学琴当中的苦，只有一条，就是这曲子练不下来。但这和打游戏是一样的，他就会努力的想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叠加了大量野蛮教育所包含的惩罚。增加了大量不愉快的因素，才导致孩子不愿意学琴啊。当然我觉得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最可悲的是我们广大音乐教师在告诉家长，学琴就是苦的，学琴不可能不苦，对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就每一个行业都会努力的告诉别人，我这个行业会给你带来快乐。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办按摩店，你到我这来吧，我让你痛不欲生，我让你生不如死，没有这样说的，都会告诉你这里特别舒服，特别开心。你要觉得疼，那正是因为你为了快乐。那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一个孩子当他听到了学琴是苦的，他会把苦当常态，对吧？那现在他弹琴呢，没那么苦啊。但是你跟他说了学琴是苦的，所以当下是偶然的，他等着那个苦必然发生，对不对？所以他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着苦发生，而当下快乐是不苦是偶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苦海无边啊。但是如果你告诉这孩子学琴是快乐的，他一学琴果然很开心啊。但如果要不开心呢？那是因为当下的过程嘛，过了这个过程，我们后面就开心了嘛，那就是苦尽甘来，对吧？所以如果广大的音乐教师都告诉大家学琴是快乐的，为啥苦呢？没练起来嘛，练起来就不苦了，大家就会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期待。但是全国人民都在说学琴就是苦的，那就是苦海无边，没有盼头啊。所以我经常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由于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大家所接受的心理科学的教育很少，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遇到的大量的问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比如说学琴的老师，他特别的大的一个烦恼就是老也收不到钱，这学生找辙就不来上课了，对吧？然后呢，不学了以后呢，你又不断的在招生，是这样的吧哈？然后好不容易收点钱呢，又不敢花，因为呢人一老也不来刷课，时间又占了，这是大家的烦恼，对不对啊？为啥呢？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来上课呢？害怕。对，那你为什么把钢琴课搞得令人恐怖呢？对吧？你知道我的课什么状态吗？我在当年教钢琴的时候哈，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哈，那个孩子得3腺炎了，就是脸肿那么大，那个腮肿，满脸通红啊。那天来的时候就烧得跟火炭一样。我说你都这样了，怎么还来上课呢？家长说什么？1个星期就盼这一天呢，下刀子都得来。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给了他所有人都不能给的开心、快乐、成就感，啊！我的现在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啊。我特别害怕给学生停课，因为我一停课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哈，学校的要求问题，学校可以补课嘛，对吧？
但是我就受不了，当你一说不上课的时候，孩子们那种失落感、伤心，你们一个星期在等这一天，对吧？那如果你的老师想想，是一个让孩子觉得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理解、温暖，而在这个老师里可以得到，是吧？那他会不愿意来上课吗？很多老师会觉得，如果我是对学生要求没那么严格，是不是我就没有当好一个老师？我们有一句话叫“严师出高徒”，这个严有2个概念，一个叫严格，一个叫严厉。严格是教学规格高，严厉是教学态度凶。高规格的教学一定是伴随着凶恶的态度吗？那不是，不是吧？比如我的导师张前教授，他对我的指导那种严格啊！你要知道，我的博士论文获全国100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哈，当时改了第3稿，张老师说再改7、8稿就更好了。他是那么高规格的教学，但是你在他那里如沐春风，对吧？那反过来讲，严厉的态度一定会带来高规格的教学吗？不一定吧。教学规格的高叫严格，教学态度的凶叫严厉。严师的意思不是教学态度凶，而是教学规格高。老师为什么那么凶呢？因为他是需要学生跟从他，服从他。跟从有2个，一个叫遵从，一个叫屈从。所谓屈从，就是他迫于你的暴力不得不从。遵从什么呢？是他主动的要做出让你开心的事情，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情。那么显然我们的教学需要的是遵从，而不是屈从。那要想让孩子真正的去遵从的老师，那道理非常简单，你要让他开心，让孩子喜欢你，是老师天字第1号教学基本功。那么在音乐教育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音乐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他的音乐表现力。音乐表现力是我们的核心教育目标。表现力需要表现欲，表现欲需要安全感和自信心。而我们老师凶恶的态度，正好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那现在老师在抱怨，我的孩子一点乐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敢乱说乱动，在你这里不自由，对吧？对。家应该是最温暖、最安全、最自由的地方。反过来讲，音乐老师的课堂应该是最安全、最温暖、最自由的地方，还应该是最美的地方。为什么？唯有这4个目标，才能实现我们老师希望获得的教学效果，对吧？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行业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大家一块去学教育心理学，去了解人性的基本的法则。就是有很多家长会问我，今天也请教一下周教授，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他日常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比较好啊？因为家长说，好像现在给小朋友听一些古典乐，他们也不太喜欢。但是今天好多的那些儿歌，也其实不是很好听，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吗？其实你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哈。我从一个我接触的一个对话讲起哈。上次呢，一个学生他说：“周老师，你听的音乐也太 out 了。”巴赫300年前的，贝多芬200多年前的，是吧？那这你太 out 了。那么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听音乐的时候，你听那些老旧的东西、传统的土掉渣的东西啊。那么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苏东坡 out 呢？1000多年前的了。为什么不说屈原 out 呢？2000多年了。为什么？因为经典触及人类智慧的天花板，追随经典就是拥抱智慧啊！我们人的心智是分块的，理性的心智和感性的心智。小孩算加减法，然后四则运算，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理性的能力提升了，但是感性的能力呢也有心智水平问题啊！你一开始心智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那你就听很简单的儿歌。但是你年龄上升了以后，儿歌就觉得太简单了，然后呢，你就应该听一点复杂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智水平就会提升。所以呢，我提出一个词叫审美心智
你看满大街那个花里胡哨的颜色，那为什么呢？他的视觉的审美心智水平没提高啊。那么音乐呢？其实我从来不在乎大家喜欢小苹果，但是我确实担心5、6岁的孩子爱跳小苹果，15、16岁的少年也跳小苹果，50、60岁的成人也跳小苹果，85、86岁的老人还跳小苹果。那你这会想什么呢？他的音乐方面的审美心智水平没有提升。所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人的教育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任务，让我们的孩子的审美心智也能够同步提升，不至于他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整个审美心智还那么幼稚，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教育的理念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给孩子听伟大的经典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啊。那么家长就说了，经典艺术孩子不爱听，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那是你没给孩子听好听的经典艺术啊。因为人的审美是存在着偏好的，这个话题我没办法展开哈。就是孩子会喜欢一种类型的，比如说节奏鲜明、速度适中，音区适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孩子就会喜欢。再一个是什么？形象特别鲜明，虽然很激烈很强，但是有一个形象的联想只要够鲜明就 OK， 孩子就会喜欢。曾经我的一个博士生做过一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儿童的审美偏好的，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孩子会喜欢那些交响曲呀、协奏曲呀，我们都觉得题材很难，其实音乐的难度和题材没关系，和知觉复杂度相关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孩子就能够喜欢。那么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选择他比较喜欢的，然后逐渐提升难度比如我举个例子，小孩喜欢短句，哒哒哒噔，哒哒哒滴，那么慢慢你要乐句会越来越长。一开始就喜欢噔噔噔，然后你可能是更高的或更低的音区，或者变得越来越慢的速度那这些东西呢，都逐渐提升他的审美心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好老师叫陈泽明老师，他搞了一个叫这个乐感练习曲乐感练习曲呢，就是有效的通过一个逐步的提升他音乐感受能力的所以呢，我们要追随经典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要听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大家的教育呢都有一个目标，就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一个底层的心理基础，叫发散思维，对吧？就是想象力强的，大家都有想象力，但是创造性人格他的想象力是发散性很强，但是呢，发散性却和什么相关呢？却和感性经验的多样性相关。什么叫感性经验多样性就是你成天就听过流行歌，你貌似你很多，但是呢，实际上类型风格就是一种。那你听了10首流行歌，我听了10首曲子，听了古典音乐，听了现代音乐，听了少数民族，听了戏曲，听了大洋洲、南美、非洲那谁的想象力强我的想象力强所以我就曾经讲过就是一个金句从创造力的角度来讲，就10样各一胜于1样过百。在孩子非常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听10首不同的曲子，比你一种类型听上百个曲子，对人的创造力启发更大那么在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当中，你会发现人类的文化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那么你看看听流行歌曲如果超越词的话，你很难区分港澳台和大陆的，港澳台和欧美的，对吧不是没有差别，而是你会发现融合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在人类没有这么复杂的信息交往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个的文化圈。这些文化圈呢，由于天然的人文交往和自然地理的隔绝，使他们互相不沟通，于是乎呢，有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
你会发现非洲的样式和南美的样式和阿拉伯的样式和中国的样式，中国的东北的和南方的完全不同，对吧？啊，那么这些传统文化呢，就给我们提供了未来创造力的滋养啊。所以作为一个孩子，要广泛的涉猎，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没有充分的融合之前创造的东西，特别的珍贵。这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教材26个单元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划，10个单元覆盖全世界的文化？为什么呢？感性经验的多样性，啊，能够带来发散的想象力思维，能够带来国民的创造力啊。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如果你是真的很功利的家长，是吧？我建议家长呢，应该让孩子真正的听伟大的经典艺术，听真正的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个作品来去听啊。这就是一个教育学的一个建议。觉得今天上大师课了，太感谢了。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其实我有一句金句啊，就是这句印在那套书的那个扉页上了哈，叫让教育成为人生幸福的组成部分。啊，就是过去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叫苦尽甘来，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完苦中苦，再当人上人啊。那么所有这些说法，让我们觉得教育是和痛苦相伴随的啊。其实呢，不是啊，是因为我们野蛮的教育才导致的教育是痛苦的啊。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是全国的老师和学者共同呼吁，推进教育文明啊。我有一篇文章叫《教育启蒙宣言》啊，启蒙什么呢？人性的启蒙，让我们的教育尊重人性，尊重规律。那么，唯有当我们的教育尊重人性、尊重规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爱学习啊。最后呢，我提出一句话，叫让教育成为人生幸福的组成部分。教育本身就是幸福的过程，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让每一个教育者，包括老师和家长，都遵循人性的法则，遵循教育的规律。